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眼前可见的，那些看不见的存在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人的健康、情绪、运势，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30年前我在中国青海修行时的亲身经历的一件匪夷所思的事。当时一个来自东北的张大姐请我帮她，她说自己身上有狐狸精附体。这个张大姐行为确实与常人不同，她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自问自答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表情眉飞色舞，在外人看来就像精神病发作，但其实那是附在她身上的狐狸精在通过她说话。这个狐狸精不仅影响了张大姐，还把张大姐一家人都折磨得够呛。他们常常觉得屋里有个黑影飞来飞去，但打开灯却什么也看不见。家里的床会发出奇怪的响声，就好像有2股强大的力量在拧吱吱吱的声音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张大姐的父亲是老军人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但一次他睡觉的时候竟被丢到床下，摔得后背青紫，躺在地上动不了。张大姐一家因为这个附体的狐狸精饱受折磨，想尽了办法。后来他在青海著名的寺院塔尔寺附近找到了一位道行高深的老中医。老中医70、80岁，是远近闻名的巫医，治邪病是一绝。张大姐在门口打招呼，老中医一掀门帘说：“进来吧。”但话音还未落，他就吐了一口鲜血，倒在地上死了。事情就是这么邪门。当时我在青海修行，收了一位中医师弟子，他姓王，在西宁开了一家诊所。王大夫家里世代修行，帮人治病，还有祖传对付狐狸精的辟邪膏药。张大姐托人打听，找到了王大夫。眼看着自家祖传的膏药贴在张大姐身上不管用，王大夫心里直犯嘀咕，是不是这东北的狐狸精和青海本地的不太一样？后来王大夫请我帮忙，我那个周末正好有空，就约了在他的诊所跟张大姐见面。没想到的是，张大姐比约定时间晚了将近1个小时。她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，来时满身是汗，进门就叹气，说话更是语无伦次，就好像她说一句，狐狸精就借她的嘴抢话，跟着说一句，整个场面非常混乱。我进入禅定，用功夫问张大姐，她才说了几句完整的话。我不是故意来晚的，我还提前1小时出门，但那东西咬我的腿不让我来，我是抓着路边的铁栏杆一步一步挪过来的。她拉起裤腿说，裤子都被她抓烂了，你看这腿上全是牙印，还冒着血，疼得我直冒汗。张大姐话音刚落，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开始吹牛说狠话。她说，我就这么厉害，一路过关斩将，这30年我吃了100多人，刚到青海就弄死了7个，塔尔寺老中医也是我弄死的，你最好别多管闲事。我立刻明白，这是附体在借张大姐的嘴巴说话。我看她还挺嚣张，就干脆闭上眼睛默念咒语。这时张大姐身上浮出一个黑黑的影子，我便凝聚出一团真火引向她，并大喝一声，你要是还折磨张大姐，我就把你几百年的道行都给烧干净。
那东西一开始还在疯狂地咒骂，但没过多久，他就扛不住了，开始哀嚎。他的身体也开始扭曲蜷缩，最后变成一小股黑气，离开了张大姐。后来，他变得很小很小，还找个地方躲了起来。我用功夫抓住他，仔细一看，这家伙模样长得特别丑，哪里是狐狸精啊？我说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再敢说谎，就是找打。”他赶紧说：“别打了，我是狼精。大家都说东北狐狸精道行高，不敢惹，我才冒充狐狸精，想着这样就没那么危险。我在西北也不适应，不如你让张大姐带我回东北吧。”回去之后，我就离开他。王大夫在一旁听了，恍然大悟，怪不得我家祖传治狐狸精的膏药不管用。但是张大姐一听到要送狼精回东北，一下就急眼了：“你不会自己去火车站找个人跟回去吗？还让我送你回东北？”说完，他又自己回答说：“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咱们就去火车站吧。”张大姐自己在那里一问一答的，很是热闹。外人看起来好像她自己跟自己吵架，但其实她正在和狼精沟通。后来他俩商量好，第二天一大早，由张大姐带着狼精去火车站。到了火车站，狼精找了个人跟着回东北了。张大姐一下子就轻松了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自言自语了，家里也恢复了平静。很多人得病的因缘是超乎我们想象的。张大姐的身体和精神问题其实是邪灵附体所致，传统的治疗很难发挥作用，但只要把邪气赶走，问题就会解决。但是张大姐的元气太弱了，身体就像一个空壳，容易被邪灵再次侵入，所以我提醒她要带一个菩萨像或老天珠来保护自己。再就是一定要修炼八卦内功，提升元气和能量，才能从根本上避开邪气。张大姐确实被这狼精折磨怕了，听完就赶紧跟着我学八卦内功，每天都坚持，身体也越来越健康。如果你身边有类似的经历，或者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修行的知识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